想骑着我的马去炫耀一下自己，干姐看了高兴啊！我姐看了肯定高兴。哈哈哈，是肯定，我不借。神枪手顺柳刚立大功升官当排长，就盯上了司令员心爱的赤狐马，非要骑回家装备。只因这次部队转移地点竟然离他姐姐家贼近，于是便想荣归故里，让姐姐也风光一把。结果不料见马时被司令员当场无情拒绝，而本以为这事黄了，可没想到司令员只是故意逗他，还说这宝马骑出去那可比少将还威风啊！比个少将都威风。这马种好，神着呢。司令员，你看这日本鬼子都是挨矬子，对吧？这马狗啊就不一样，这个儿都有高分，为啥呢？这日本鬼子总孬，日本畜生总好。好家伙，没想到顺柳总结的还挺精辟呀，必须点个赞。然而谁能想到这本是场风光探亲，可竟让他栽了大跟头，让一个人人敬佩的战斗英雄直接变成被关禁闭、被撤职的倒霉蛋。大家好，我是普通话不咋标准的阿莎，今天咱们就来唠唠顺柳探亲打架为啥把自己坑惨了。儿子是新四军当排长了。此刻顺柳的兴奋是对姐姐的牵挂，也是战功加深厚想让亲人骄傲的朴素愿望。当他骑着赤狐马飞奔到河边，一眼就看到洗衣服的姐姐，两人久别重逢的拥抱藏满了思念。而姐姐把家里最好的吃食都端出来，嘘寒问暖的模样，那是战乱年代穷苦人家最纯粹的亲情。顺柳还在姐姐面前秀起了肌肉，说自己在部队过得好，但这不是炫耀，是怕唯一的亲人担心。兄弟，你打死过鬼子吗？小夫，我跟你说，我当兵到现在打死70多鬼子，伪军不算。70多个呀？比咱那打的狼还多呢。此刻的顺柳自豪感拉满啊，而姐姐姐夫对他的战绩也骄傲不已。可这才算哪到哪儿啊？转头顺柳又拿出了专访自己的报纸，说毛主席都可能看过，还亮出了自己那全军区唯一的狙击枪，骄傲的说是战利品，就像极了考了第一项父母报喜的孩子。而姐姐姐夫虽不认字也不懂枪，却是满眼自豪，这份骄傲无关功名，只因为弟弟有出息。然而当顺柳本想带姐姐去镇上风光一番，还兴冲冲地分享司令员给取的陈二雷大名时，姐姐却当场变脸纠正。但倒不是反对他受司令员的器重，而是顺柳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念想，怕弟弟忘了本。你是姐的兄弟，又不是他司令员的兄弟。再者说了，这名是爹给你起的，你到死都不能改，你给我改回顺了，听见没有啊？此时的顺柳虽不高兴，却也没反驳，这既体现对姐姐的尊重，也暴露他没读懂姐姐的牵挂和心思。而随着两人来到了集市，老实了一辈子的姐姐也着实风光了一回。街上的注目让姐姐是又羞涩又暖心。但就在这时，顺柳本想给姐姐买一条丝巾，可或许是看到顺柳身穿军装，老板竟非常识趣的要主动送丝巾，这淳朴的姐姐自然不会接受，而顺柳也连忙拒绝，还把老板给批了一顿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骨气？我跟你说，别管是谁，该有钱人得要钱。再说了，我们新四军哪能违反纪律？我是排长。长官，我是表点心意，庸俗。虽然顺柳一向是傲在骨子里，可却没丢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底线。随后自己花钱帮姐姐买下了这条丝巾，这可让姐姐幸福不已，乐得简直都合不拢嘴了。然而就在两人正逛着呢，突然顺柳敏锐地察觉到有人偷看他姐姐，这让他护姐的本能瞬间上线，警惕起来的模样也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伏笔。等送姐姐回到家后，顺柳驮着姐夫保国给的半扇猪肉就准备回军区，路上还专门找到了偷看姐姐的民兵排长虎生。同志辛苦了。顺柳一上来就开揍，这耿直的性子再加上护姐心切，根本就没多想后果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这个虎生被打了，竟还火上浇油。我当然看你姐了，你是谁啊？今天在镇上你没看我姐？我就看了，怎么着？这个虎生属实有点虎啊，瞬间让顺柳怒不可遏，而矛盾也彻底升级。可他俩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幕刚好被执行侦察任务的一分区战士撞见，而这个虎生还是一分区的民兵排长，因此这点芝麻小事瞬间触及到部队团结的敏感点，所以直接就给捅到了大司令那儿，导致陈大雷刚接通部队转移后的第一通电话，就迎来大司令的严厉通报批评，整个人又气又懵。我们丢人丢大了都！陈二雷不好好探亲，跟人打架，他给人打断了2根肋骨3颗牙。不对呀，司令员，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司令离几百里喽啊，那么远，大司令怎么会知道呢？丑事传千里吗？这次的性质之所以恶劣，主要是因为顺柳当着老百姓的面打了其他部队的人，这不仅破坏了部队形象，还可能会影响到军民关系。因为抗战时期，纪律就是生命线，部队靠纪律赢得民心，所以就算陈大雷在护着顺柳，也不能违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，否则部队没法带。新四军排长打人民兵排长，
战斗英雄犯纪律，什么影响？司令员，那小不是东西，他就是该揍。就你是东西。顺柳觉得保护姐姐天经地义，因此犟脾气也上来了，拒不认错。而这暴露了他只懂血性不懂规矩的短板。原著里他狼性有余、纪律不足的人设也在此刻尽显。可陈大雷却气炸了，不是气他护姐，是气他刚评上战斗英雄就闯祸，不懂军人身份意味着责任，而非随心所欲。所以当两人的犟脾气对上，本质是个人情谊与部队纪律的碰撞。顺柳必须过这道规矩关，才能从神枪手变成合格军人。这件事你不做出检讨，我关你禁闭，我撤你职。这就是管你管。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当不了排长，我只会当兵。顺柳这句我当不了排长只会当兵是彻底激怒了司令员，于是当场下令关他禁闭。然而由于顺柳从家里带来了姐夫特意准备的一大片猪肉，战士们那是都打心底感激这个实在的英雄啊。排长，您放心进去吧，回头给你送碗大肉进去。没事没事，禁闭就禁闭，你们呐就放心的吃肉就是了。过些日子我们家宝哥还给你们送肉吃啊！顺柳带猪肉给战友改善伙食，体现了他重情义的一面，也难怪战士们念他的好。但功是功，过是过，这是军规铁律。三营长宣布撤了他的职，既是执行命令，也是在给顺柳敲警钟。因为在抗战时期，职务越高，责任越重，纪律意识必须跟上。而顺柳受罚后仍不后悔，这份倔强是他的本色。但军人的成长就是要在坚守本色的同时，学会敬畏纪律。所以看到这儿，大家觉得顺柳为姐姐出头打架有错吗？如果换作是你，是会优先护亲人还是守纪律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了，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？持续点赞关注，我是普通话不咋标准的阿莎，我们下集接着唠。